穿越女攻略成功后，抛下顾慈和孩子，返回原世界。我嫁入国公府，做他的田房，克己复礼，相夫教子。1年后，我意外有了身孕。顾慈不喜，他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饮下绝子汤。顾慈说，他曾对穿越女承诺，此生绝不再有别的孩子，他不能失信。霎时，我腹痛如刀绞，浑身泛起冷汗。顾慈却说是我心机深沉，咎由自取。我万念俱灰，决绝道：顾慈，我要与你和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在小娘的葬礼上昏倒，再睁开眼，顾慈面色惨白地盯着我。是不是那天晚上？他的语气十分冷漠。我一脸茫然道：什么？宫宴那晚，他似乎有些难以启齿。我脑中细细回想，2个月前的确有一晚宫宴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伺候他的小厮把他塞到我房里。成婚1年了，我们始终没有圆房。我知道他忘不掉曾经的妻子，她是穿越女，绑定什么奇怪的系统，来到这里，为了攻略顾慈，和他生一个孩子，便可以拿到银子，返回原世界。听上去有些离谱。顾慈约莫也是这样觉得，对外只宣称崔雨棉难产而死。宫宴那晚，我本想替他宽去外衣，盖好被子，便去旁边的贵妃椅上将就一宿。手离开被角的一瞬，他蓦然扼住我的手腕。顾慈嘴里呢喃着雨棉，这是他亡妻的名字。我心莫名揪了一下，他手一用力，我跌入他硬朗的怀抱。还未来得及挣扎，他身子一翻，反身将我压在身下。烛火忽明忽暗，顾慈棱角分明的脸，深邃迷离的眼神，滚动的喉结，我心如小鹿乱撞。转瞬，炙热的唇落下，我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堕落。那日的余温尚在心里，此刻顾慈的眸光却冷如冰霜。沈念之，你自己有了身孕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成婚这1年，我给足你体面，只求你安守本分，你竟然算计我。什么叫我算计你？那晚不是你先主动的吗？我又好气又好笑，明明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非要说成是我阴谋诡计。这是婚后我第一次反驳他。顾慈有些怔愣。咚咚咚一阵敲门声，顾慈反应过来，命人进来。婢女婉月红着眼眶，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走到我面前。顾慈淡声道：把这碗绝子汤喝了，以后便再无意外。我瞪大眼睛看向他，完全不懂他此番用意为何。雨棉走的时候，我曾答应过他，除了招以外，此生绝不再生子。我不想做失信之人。他语气冰冰凉凉，好像在说一件很寻常的事情。我还没从初为人母的震惊中缓过神来，轻抚在小腹上的手，指尖用力到发白。为了他的孩子，你便要杀了我们的孩子。只要你善待昭儿，他日后定会孝顺你，侍奉你终老。见我缄默不语，顾慈有些急了。他淡淡地睨了一眼汤药，言语中尽带寒意。我知道你心中有盘算，可我绝不允许我与雨棉的孩子有任何意外。我的身子骤然一软，在他眼里，我便是心机深沉的女子。那崔雨棉呢？他就没有私心吗？他选择回到原世界，却要求被他抛下的夫君不能再有子嗣，看似在为子筹谋，实则是在诛心。若要刨根究底，崔雨棉才是机关算尽之人。顾慈是定国公府的世子爷，他与我嫡姐自幼便有婚约。3年前，顾慈在街上被一名妇人纠缠，那妇人如泣如诉，拉着路人评理，说顾慈是他的夫君，自己惨遭抛弃。说到动人处，拽着顾慈的衣袖，跪在他膝边，说什么也不放他走。路人指指点点，顾慈百口莫辩。崔雨棉及时出现，他指责顾慈：糟糠之妻不下堂，看你一身锦衣华服，你的夫人却粗布麻衣，实在有违纲常。顾慈是什么身份？他见多了谄媚柔顺的女子，第一次遇见这样乖张正气凛然的姑娘，蓦然眼前一亮。后来妇人的夫君出现，他鞠躬道歉，说自己的夫人痛失爱子，得了疯病。崔雨棉意识到自己误会了顾慈，对他道歉，邀他饮茶。一来二去，2人互生情愫。顾慈坚决要与嫡姐退婚，嫡姐本就身子孱弱，一听要退婚便一病不起。爱女心切的嫡母
命神府的所有女眷冒着大雪去山上的慈云寺祈福。我小娘是父亲最不得宠的妾，我也因此受尽薄待。马车早早离府，为了不违逆当家主母，娘领着我一路步行上山。北风簌簌，雪花纷飞，我们的脚一深一浅地踩在雪里，单薄陈旧的棉衣根本无法抵御酷寒。我冻僵在雪地里，小娘抱着我，方圆10里喊无人迹。我们母女渐渐失温之时，一辆马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。风雪里，一张俊美的脸，男子身材高大，挡住了迎面吹来的寒风。他脱下狐裘裹在我们母女身上，又命人拿来2个手炉。男子蹲下来的时候，我努力地睁开眼，他鼻梁高挺，鸭羽长睫垂下，上面还染着碎雪花，慈悲如寺庙里的菩萨像。我听见他身后的仆人催促：世子爷，老夫人交代，1个时辰内你必须抵达慈云寺，静思己过。他淡淡地嗯了一声，对我说：另外1架马车留给你们，你们要去哪儿同他讲便是。小娘哽咽道：多谢恩公，举手之劳。他消失在雪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便是要与我嫡姐退婚的世子爷顾慈。退婚之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国公夫人最终还是拗不过自己唯一的儿子，亲自登门道歉。重创之下，我嫡姐没熬过那个冬天便没了。嫡母痛心疾首，却也奈何不了位高权重的国公府。直到1年前，国公府又传来消息，崔玉绵生子难产而逝。为了缓解2家的矛盾，国公夫人再次登门，求娶沈家女为顾慈的续弦，而我便是沈家唯一的女儿。为表诚意，国公夫人带了66担聘礼，拉着顾慈一同前来。我本想躲在后院，偷偷地瞧一眼自己的恩公，却听见他们主仆的谈话：世子爷，听闻沈家只有1位小庶女，你当真要娶？顾慈很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悠悠道：雨绵走了，娶谁都一样，就当家里多个物件，哄母亲开心。奴才不明白，世子爷明明可以挽留夫人，为何要让她回家？她始终要回到那个属于她的世界。我不能用爱和孩子禁锢她。记住，她是穿越女的事情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奴才遵命。他们说的话，我听得一知半解，但我心如清明，续弦并非顾慈本意。我转身离开。管家陶嬷嬷唤我，她说嫡母在寻我。我毕恭毕敬地立在嫡母面前，她破天荒地拉住我的手，慈爱道：念之，从前你姐姐一直想嫁入国公府，可惜被那位孤女抢了先。现下你嫡姐不在了，你去替她实现这个心愿好不好？我默了默，开口道：母亲，我出身卑微，配不上世子爷，把你记在我名下如何？可我与世子爷根本没有情谊。砰的一声，嫡母长袖一拂，将桌上的茶盏摔在地上，怒声道：我好言好语地跟你讲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你这桩婚事是抬举你，若不是沈家只有你一个女儿，我今日非把你许给路边的乞丐才好。我吓得连忙跪下。我书读得不多，但从小娘身上便知晓，婚姻贵在两情相悦。若是要嫁的夫君心不在我身上，我余生定会如小娘一般煎熬。纵使激怒嫡母，我也要为自己辩一辩。刚张开口，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我脸上。嫡母瞪着我：沈念之，你不嫁也得嫁。她转身对管家嬷嬷说：把他们母女锁在西院，不给吃不给喝，我看她能嘴硬到几时。小娘得知此事，将我搂进怀里，冰凉的手触在我痛得火辣辣的脸颊上。念之，做得好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想你走我的旧路。我们母女关在院子里，饿了3天。小娘实在忍不住，她在墙角发现了几朵红彤彤的蘑菇，摘下来煮汤喝，身中剧毒。我磕破了脑袋才求来嫡母。她邪魅一笑，扳起我的下巴问我：念之，你嫁是不嫁？我连连点头，嫁，我嫁。小娘服了药，好不容易缓过来，身体却大不如前。我出嫁那日，她是妾，并没有来送我。世子爷续弦，娶的是京兆尹的嫡次女，排场一点都不逊色于上一次。我坐在金丝线绣的龙凤背上，心咚咚咚的直跳。若说我没有期待，是假的。早在顾慈救我那日，我便对他心动了，可他对我完全没有男女之情。媒婆特地嘱咐我，红盖头必须新郎来先，
我枯坐了许久，等到宾客散尽，等到皎月悬空，等到万籁俱寂，终是没等到顾慈。婉月说，顾慈在书房对着崔雨眠的画像盯了一整夜。小姐，姑爷他太过分了。我笑了笑，兀自掀开盖头，自顾自的呢喃，若是他说变心就变心，那便不是我心里喜欢的那个顾慈。婉月满脸疑惑，我取下凤冠，倒头睡去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做好分内事，有朝一日顾慈会心悦于我。不成想，我克己复礼，侍奉婆母，照料顾昭，换不来他半点联系。见我迟迟不饮药，顾慈的耐心已经耗尽，他索性坐到床边，掐住我的下巴，逼我饮下去。我被他饿得生疼，热泪直喷，哭喊着被汤药呛到，他却始终未曾松手。药尽，我绝望地倒在床上，手捏紧小腹，泪水如湿了枕头。一霎，仿佛有成千上万根针刺入，痛感从腹部一直蔓延全身。我额头冒起细密的汗。顾慈走到门口，我唤住他，毫不留恋道：顾慈，我要与你和离。顾慈目光阴鸷地望向我，言语有些讥讽：和离？你想清楚了吗？你小娘已经去世，除了国公府，你还有其他去处吗？半月前我小娘病逝，看我是顾府少夫人的份上，父亲厚葬了我小娘。生前不曾有半分怜爱，死后这些虚名都是做给活人看的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沈家不会接纳我，但我会做饭，会刺绣，断不会饿死。此时药已见效，我无力开口，小腹好像被狠蛰了一口，一抽一抽的疼。我虚弱地躺在床上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婉月一盆一盆热水端进来，又一盆一盆血水拿出去。顾慈站在屏风后面，朦胧的薄纱映出他挺阔的背影。他对郎中厉声道：你可是向我保证过，此药只会落胎绝子，不会危及性命。世子爷放心，少夫人性命无虞。我双手拽紧床褥，承受一次比一次剧烈的痛。胎落后，我足足休养了2个月。流水一样的补品送到我房里，我坐在梳妆台前，铜镜里的脸比以前红润饱满。我从抽屉里拿出账簿，对婉月说：清点一下，哪些是我的嫁妆，哪些是国公府的。小姐，你这是？我要和离。门外有人冷嗤一声，顾慈眼神薄凉地盯着我。沈念之，你已无再孕可能，你觉得外边的男人哪个还会要你？我牵嘴一笑，我不能生育，也是拜你所赐。他表情略微一僵。我站起来，递给他一纸和离书。世子曾在慈云山下救过我们母女一命，你又亲手杀死我的孩子，一命抵一命，你我两清。请世子尽快签了这份和离书，一别两宽。顾慈眼露寒光，是你主动爬上我的床，意外有了身孕，你就由自取，你反过来责怪我。他咬着牙，将和离书撕得粉碎。我不会同意和离。昭儿自幼便没有生母，从开口说话就唤你娘亲，我绝不能让她再失去一次娘亲。我抑住心底的痛，将眼眶中的泪水压了回去。你说你不愿背弃与崔雨眠的诺言，你说你不愿让昭儿再失去一次娘亲，那我呢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难过到声音发涩。我不配拥有自己的人生吗？我没有自由支配人生的权利吗？躺在床上的每一天，我都在这样问自己，为什么一切的痛苦都该我来承受？为什么你不爱我？是我不配吗？我抬起手，拂去眼尾的失意，一字一句道：后来我想清楚了，顾慈，是你不配。顾慈捏着碎纸的手有些发抖。我扬起下巴，直白地与他对视：你不配我的爱。他木然愣在原处，嘴一张一合：爱？你方才说。我在他沉沉目光里轻笑了瞬。我嫡母从小不许我读书，是你我定下婚事后，他才找来夫子给我授课。我书看得不多，但也知道做人要分明坦荡。我没什么不敢承认的，我爱过你。若不是因为爱你，早在洞房那夜，我便会离去。委屈的泪水不受控地往下落，我脸上的肌肤被刺得又紧又疼。没有原则的爱和谄媚讨好没有区别。顾慈，你明明最不屑别人向你谄媚讨好，否则你怎么会忘不了崔雨眠？这一句我咽进肚子里。
顾慈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几下，他眼中流露出转瞬即逝的愧疚感。他转头命人去取纸墨笔。顾慈伏在案桌上，亲笔写下和离书，递给我。你想带走什么都可以。我不禁嗤笑，这句话算什么？用钱财来弥补对我的伤害吗？我的心沉到谷底。顾慈的表情难以言说的平静，分明是在招住他的薄情寡义，又好像是在嘲讽我1年多来错付的真心。拿到和离书的那刻，我暗暗地吁了一口气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第二日，我收拾好所有物品，搬离国公府。临上马车时，一个小人儿哒哒哒地跑出来，他牵住我的裙边，软软糯糯地唤我娘娘。顾昭与我很亲，我嫁入国公府时，他还不到半岁。我怜悯他年幼失母，对他处处照顾。起初顾慈对我存有戒心，直到那次顾昭染上风寒，连带乳母也病了，我衣不解带，不眠不休地守在他床边照顾。病中他睡得不踏实，我索性将他抱在怀里，哼了一整晚歌谣。那之后，顾慈便放心让我照看顾昭。昭儿见到我总笑，张开小手要我抱。快到1岁时，顾昭开始学语，乳母教他叫娘亲。他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向我，模模糊糊地叫了声娘。我又惊又喜。乳母笑道：小少爷知道夫人对他好呢，要认你做娘。我对着他笑，顾昭更乐了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。我们就这样对视着傻笑。待我逗完他，站直身子回眸，顾慈站在不远处的回廊里，眼眶里带着一丝红意。我猜他肯定想到了顾昭真正的母亲。他在想，要是崔雨棉在该有多好。现实往往事与愿违。如今顾昭已会走路，他的娘亲都不在了。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小脑袋，昭儿乖，我要走了，以后要好好吃饭，乖乖睡觉，知道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稚子何其无辜。我有过一次身孕，更加无法理解崔雨棉当年的做法。孩子仅在我肚子里存在了短短1个月，失去他时，我便如万箭穿心。他怎么做到毫不留恋地离开？昭儿听不懂我说什么，他看见我要走，喊得更大声，转瞬哭了出来。我咬牙，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，哽咽道：我走了，昭儿。转身登上马车，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小。方才恍惚间，我看见门边有一道熟悉的身影。他是来为我送行的吗？转念又想，不重要了，我要重新开始。我搬进了桃花巷的一处小院，是我嫁妆单子里唯一一间宅邸。第一位上门来的宾客是我的父亲，他垂头丧脑，看着我连连叹气。好好的国公府少夫人不当，跑来这里吃苦，你这是为何？我抿着嘴不说话。他急得来回踱步，走，跟我去和世子爷认个错，以后莫要使小性子，免得让旁人看笑话，说我沈府没有家教。我撇开父亲的手，父亲，你可知道，顾慈曾逼迫我饮下绝子汤？父亲的眉头拧得更紧，如此说来，你更该回去。女子不能生育，又怎能称为女子？反正他那位亡妻留下的儿子都唤你娘了，你把他视为亲子，日后也是一样。怎么可能一样？顾慈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，我不可能再回去。父亲若不理解女儿，便请回去吧，恕我不送。父亲扬起手，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摔门而去。这一年，他顶着国公府亲家的名头，在官场上如鱼得水，自然是把他自身的利益摆在前面。我不奢求他理解我，我们本没有什么父女之情，我只是担心他会收回这座院子。日暮时分，我与婉月一起盘算了手里的现银。我早已看好长安街边上的一间绸缎铺，老板要告老还乡，我打算盘下来做点生意。若是父亲收回宅院和田地，我也不愁生计。几番周折，我成了绸缎铺的老板娘。开铺第1日，我便见到昭儿的乳母在我铺门前来回踱步。嬷嬷，你可是来找我的？她满脸愁容道：少夫人回去看看小少爷吧，他一连病了好几天。我抿嘴一笑，国公府有什么郎中请不到？就连宫里的御医都请得动，为何还要我去看他？显而易见，我的话不在他意料之内。乳母愣了愣，而后道：可少夫人是他的娘亲啊。他在病中一直吵着要见娘亲，
啼哭不止，奴婢看着怪可怜的。我抬起眼眸望向门外，正午阳光晴好，门前的石砖上映出一道颀长的身影。顾慈定是站在门后，悄悄听我们谈话。这不像是他会做的事。我抽了抽嘴角，漫不经心道：可我也不是他的娘亲啊。还有，嬷嬷不要再唤我少夫人，你可以叫我的名字沈念之。嬷嬷面露难色，又找不到话反驳，悻悻地告辞，连同门外的那道影子一起消失。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沈念之，无空揣测顾慈的心思。铺子里新到了一批绸缎，颇受欢迎。我和婉月正是忙碌的时候，来了一位气宇不凡的老妇人，她是顾慈的母亲。顾老夫人慈眉善目，握住我的手，泪珠在眼眶打转。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我在顾府时，她从未嫌弃我的出身，教我许多管家之事。后来她缠绵病榻，有许多事没经历过问，我不怪她。她双眼朦胧地盯着我，带着哭腔道：念之，有一事我要同你道歉。宫宴那晚，是我吩咐人给顾慈为了换药，将他塞进你的卧房。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一霎，我恍如惊雷平地起。那几日我尚在病中，未来得及澄清。顾慈以为是你算计了他，才做出这种糊涂事，你原谅他好不好？跟我回去，我们好好弥补你。我很想你，昭儿也是，还有顾慈。我心脏一抽一抽的痛，松开他的手，向后退了2步。老夫人，我不知你们一个一个来劝我是为何，可和离书我与顾慈已经签了，我与国公府再无瓜葛，请你们不要再来了，我还要开门做生意。和离书顾慈一直收着，未送去官府，还不作数。我背过身去，疏离道：那烦请世子爷尽快送去官府。念之，你老夫人慢走不送。顾老夫人正愣了瞬，哀声连连地走了。那之后，顾家再也没人来烦扰我，铺子生意越来越好。年关将至，许多人家都要买布匹做新衣裳。我抵押的桃花巷的院子，从扬州进了一批上好的布料，只盼着早日到货，能赚更多银子。一大清早，天空飘雪，渡头跑船的师傅急匆匆地跑来铺子。沈老板，听闻运送你布匹的那艘货船翻了船，你快去问问吧。我放下手中的算盘，顶着大雪往码头跑去。河面结冰，漕运的人都放假回家了，无人理会我。雪越下越大，我出来的匆忙，披风和手炉都未曾拿，只好躲在路边茶社的屋檐下避雪。寒风肃肃，茶社没有开门。我蹲在墙角，抱住双膝。蓦然一道男声：世子爷，这么大的雪，你要去哪儿？年节将至，我去寻庄子。这些事也要你亲自过问？男人低低地笑了一声，没办法。我隔着一个拐角，再次听到了顾慈的声音，心中无甚波澜。一阵脚步声靠近，黑色的官靴落入我眼中。他蹲了下来，我将头埋在双膝里面，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脸。暖融融的狐狸毛披风搭在我身上。顾慈淡淡道：念之，你不是最怕冷吗？为何出门不穿厚一点？原来他早已认出我。我强忍着双膝的酸意，站起来，将披风还给他，不管不顾地跑进雪里。顾慈跟了过来，拽住我的手腕。那一下太过用力，我撞进他的怀抱，痛得溢出眼泪。念之，你在躲什么？别拒绝我的好意，我无非是不想你受冻。我艰难地朝后挪了一步，鞋子完全陷进雪里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回家。他的手加重了几分力，我根本挣脱不了。念之，母亲有没有告诉你，都是误会。世子，你不用3番4次的找人，找理由劝我去顾府。我不明白你这么做用意为何，可我不想和你再有牵扯了。我冷也好，也好，都是我自己的事，和你没有关系。顾慈薄唇半张地盯着我，眼睛里带着细碎的光。念之，我向你道歉。你离开以后，我想过很多。你在国公府操持家务，对昭儿视如己出，你这般善良的人，怎么会算计我呢？是我气恼了，糊涂了。你能不能原谅我，哪怕一点？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话语有几分急切。我问过宫里帮皇后诊脉的御医，饮下蕨子汤未必就不能有孕。
我会请最好的御医为你诊治，用最名贵的药材。念之。够了，我打断他。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的道理，你应当比我懂。如今我不想与你有任何纠葛。顾慈眸光一震，胸膛起伏了几下，他像是和大雪落下的声音混作一体。念之，我们重新开始，这一次，我来爱你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迫不及待地答应。可现在，我只觉得脑中嗡嗡作响。须臾，我轻声问他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回头，我便要答应。顾慈从怀兜里掏出一只金簪，金簪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蝴蝶，是顾昭周岁宴那日他亲自为我鬓上的。他说我操持府务辛苦，那天是我们成亲以来他第一次对我温柔。金簪的簪尾还刻了个念字，起初我以为是特地为我打造，后来才知晓那是崔雨棉的旧物。念不是沈念之的念，而是想念的念。他在想念崔雨棉，所以那么重要的场合，他为我佩戴上崔雨棉的金簪，就好像他也出席一样。顾慈深邃的双眼沉了又沉。你忘记带走这个，我一直想寻机会给你。念之，我知道你过得不好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蹙眉道，过得好不好，我自己的感受才作数。是吗？顾慈不以为然，他的目光里有种洞若观火的犀利。过得不好，为什么不回到我身边？现在你要的什么，我都给得起。他的眸子里泛起波澜，很轻易就能让人误信他的深情。可我不会再信了，他舍不得我的好，而并非真的爱我。寒风呼啸着穿过我的胸膛，我的心像被大雪覆盖，透彻的凉。好难得从你嘴里说出这种话，你说我就会信吗？你给我就要吗？顾慈的脸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傲慢，他永远都是这样，哪怕再挽留，也不愿低头。我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喜欢一个人就得愿赌服输。我认输，不想跟他纠缠。抬起快冻僵的手，一根一根地掰开他的手指。骤然，他仰眉，眼神越过我，望向不远处。我跟着他的目光，扭过头，一位身着粉色棉衣的女子雀跃地跑过来。雨棉。顾慈的手一松，我没站稳，跌进雪里。粉衣女子扑进他怀里。顾慈，惊不惊喜？我放不下你和孩子，我回来了。顾慈玉俯身过来拉我，崔雨棉将他胳膊一挽，声音里有难以压制的喜悦。顾慈，这1年多以来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们父子。昭儿还好吗？是不是会说话了？他会不会叫母亲？他喋喋不休地拉着顾慈上了马车。我从雪地里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雪花，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回到家里，我泡了个热水澡，方才缓过劲来。婉月为我擦拭头发，小姐，我已经同船家打听过了，运送我们布匹的货船临出发时收到京城河面结冰的消息，没有出发，我们的货物还在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心里想着，以后再也没有顾家人来烦我，等布匹一到，我便可以安心做买卖了。货物推迟了足足半个月送到京城，所幸赶在了年关前。绸缎铺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喜欢这种江南时兴的料子。我让婉月一手摇着拨浪鼓，一手举着冰糖葫芦，在店门口吸引孩童。孩子们玩得高兴，他们的母亲也乐意多在我店铺里逗留。铺子里有了人气，生意越来越旺。临关门时，一位眼熟的女子将手探进了门缝，她眼神犀利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婉月伏在我耳边道：“小姐，她在街对面已经留意了我们许久。她是谁？”崔雨棉，顾慈的妻子。婉月吐了吐舌头，去后面盘账。我大大方方地邀崔雨棉进来坐，为她倒了一杯茶。她抿了一口，难以下咽。我淡淡道：“我这老鹰茶的确没有国公府的上等茶好。”她放下茶杯，语气平静道：“沈姑娘说笑了，不管什么茶，只要喝得下，就是好茶。”崔雨棉拍了拍裙边，今日来是感谢沈姑娘这1年来对昭儿的悉心照料。她最近夜里睡得不踏实，半夜老是哭醒，吵着要娘亲，可我将她抱在怀里，她却哭得更凶。不知道沈姑娘从前用了什么法子，哄她开心。我看着眼前神情冷漠的女子，
说到自己孩子啼哭不止，他表情没有半分心疼，平静到事不关己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子，无非是以心换心。小孩子，若你真心对他好，他自会感觉得到。沈姑娘是在指责我这个生母不尽心。生母2个字，她咬得极重。可我一与顾家没有瓜葛，什么都伤不到我。我站起来，做了个送客的姿势。我未生育过，以后也不可能再生育，恐怕无法帮到夫人。夫人，时辰不早了，请回吧。四目对峙，他看向我的眼神淬着恨意。我不明白他在恨什么，有什么值得恨的？送走他后，我跟婉月一同盘账。生意好，账目自然复杂许多。不知不觉到了深夜，蓦然一股烧焦的味道弥漫在我们四周。我走到门前，已燃起熊熊大火。情急之下，端起茶水泼湿身旁的布匹，拽着婉月去开门。门好像从外面锁住了，怎么都打不开。门外有女人的狂笑声。我回来是来完成任务的，我的任务便是要招儿换我娘，任务完成才能有500万奖金。可他偏偏只认你做娘，你死了他才会认我。我用力地拍了几下滚烫的门板，只是徒劳。女人的脚步声渐行渐远，火势渐大，浓烟滚滚，铺子里没有别的出口。怎么办？莫非我就死在这里？眼看一切都好起来了，我不甘心。骤然有人劈开了门板，顾慈从火光中走进来。大火已经蔓延到房顶，眼看房梁就要倒下，门槛上全是火。顾慈用湿布裹住我，将我拦腰抱起，一只脚踏出门口，眼看房梁就要倒下，他放下我，一掌将我推出去，自己被房梁压住。幸好官兵及时赶到，就出了他。他的左腿被烤得黢黑，皮肉和烧焦的布匹粘在一起，还滋滋地冒着烟，看上去甚是可怖。官兵很快抓住了蓄意纵火的崔雨棉，他们说崔雨棉疯了，供词里全是听不懂的胡话。可我和顾慈知道他没疯，我去牢里看过一次他。他说系统只给他7天时间，眼看任务时间就要到了，昭儿却不肯叫他娘亲。他太急了，爱是需要一点一点渗透，没有人会天生爱谁，孩子也一样。他苍白的脸绝望地看着我，都是你的错，你耽误我发财。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轻易被钱财裹挟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的嫡姐不会死，我的孩子不会死。你注定在这个世界没有好结果，人一旦起了贪念，必招反噬。他有些木然，而后疯狂大笑。你们杀不了我，明日是我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，我会被系统抹杀，我还是会回去。沈念之，你并没有赢。我说，你我之间本没有输赢。崔玉棉的脸色更加煞白了。我转身离去，假装听不见他刺耳的辱骂。婉月清点好我们的损失，还好货物都卖得差不多了，否则我真是血本无归。我决定带着婉月去江南，听闻那里的纺织技艺更好，布匹的种类更多，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，我才能重获新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正在收拾细软，官府的官差来了，他告诉我，昨晚崔雨棉死在狱中。或许这就是他口中所谓的抹杀。收拾好细软，我们与约好的商队会合。国公府的马车赶来，顾慈下车坐在轮椅上，满眼阴郁地看着我。念之，你可不可以不走？不行。须臾，一阵孩子的哭声，嬷嬷抱着昭儿从马车上下来。这么久没见，他长高了，也长壮了。他好像没有忘记我，冲着我喊娘娘。我捏了捏他肉嘟嘟的小脸，他一股脑地往我怀里钻。少夫人，你看，小少爷舍不得呢。顾慈轻轻地勾了一下我的手指，念之，留下来好吗？我和昭儿都需要你。是我识人不清，崔雨棉从头到尾对我只有利用，没有感情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你才是明珠，我却当作榆木。留下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淡淡地扫过他的眼眸。顾慈，当年你为了成全崔雨棉，放他自由，遵守与他的承诺，不惜杀掉我的孩子，这般果断决绝，现在为何又要纠缠我？你成全他，为何不成全我？就因为我人微言轻，好拿捏，是吗？顾慈眯着眼睛，目光促狭地看着我。顾慈，
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。我们的婚事原本就是一段不平等交易。顾慈沉默了许久，声音低哑道：“是我辜负了你，是我错过了你。”他看着空落落的左腿，眼中全是颓靡。如今我配不上你了。爱是平等的，不该谈什么配与不配。我转身上了商队的马车，把京城的所有抛诸脑后。3年过后，我成了扬州最大绸缎庄的老板。我收养了许多孤儿。有好事之人打听，为何我不成亲？我笑道：女子自立，则天地广阔。翱翔苍穹的鹰，怎甘心做困于宅院的雀？来人施施然地走掉。冬天的时候，京中传来消息，顾老夫人病逝，顾慈因残疾不受皇上重用，国公府就此衰败。我脑海里跳出那个成日冲我笑的孩子。婉月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小姐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小少爷不会吃苦的。我连连点头。推开窗，春天到了，粉色的桃花花瓣飞飞而下，眼前一片晴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